用微光照亮夜晚，用温暖温润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我紧握着车钥匙，步伐沉重地走到丈夫公司的楼下，踏入那熟悉又陌生的办公环境。我隐约捕捉到室内嬉笑的声音，我缓缓靠近，耳边传来了对话：赵总，今天是您和您夫人的结婚10周年，您不打算回家庆祝吗？跟你在这里，我哪还有心思想那些？嘿嘿，看来还是我更有魅力呀。我那个老婆现在整天就知道围着孩子转，也不打扮一下自己，她怎么比得上你呢？你现在可是光彩照人。正当我打算继续听下去，一阵急促的呼吸声打断了他们。我小心翼翼地藏在角落，透过半透明的玻璃窗，我看到了那不堪入目的一幕：我的丈夫与他的秘书紧紧拥抱在一起，他们的行为让我心如刀绞。我颤抖着手拿出手机，拍下了这令人心碎的场景。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试图平复激动的心情。那张曾经熟悉的脸庞，此刻却显得如此陌生。我的心中涌起了难以名状的情感，带着这份沉重和复杂，我默默地回到了家中。即便看到了那一切，我的内心深处仍然存着一丝不切实际的期待。我坐在家中的沙发上，等到了10点，还是没等到他。我绷不住了，泪水瞬间流满整脸。我直接发了一个消息给老公：老公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难道你不记得今天是啥日子吗？消息也不出所料，石沉大海，孩子的身影突然一闪而过。我再发了一条消息给老公：老公，女儿想你了，你啥时候回来呀？消息瞬间秒回：我有点事情，今天就不回去了，你照顾好孩子就行。内心苦涩不已。老公对孩子有点爱，但不多。当初孩子刚出生的时候，孩子就是我带着，等稍微大点，让老公多带一会。老公却说，当妈的就是要多辛苦一会，多带点孩子。没办法，你是女人，带孩子就是你的责任。你都不上班了，你不带孩子，谁带孩子？有那么一瞬间，我想丢下孩子不管了，但是孩子奶声奶气地喊我妈妈，我真的不舍得放手。老公事后还跟我道歉说，老婆不好意思啊，我工作太累了，也不是故意冲你发脾气的。听完他道歉后，我就原谅他了。想想真可笑，真的是心疼男人倒霉一辈子。后来每次需要带娃，他都会找各种理由搪塞，比如有工作要忙，有项目要谈，总之就是不想带娃。虽然事后他也会说他错了，但从来不改正。距离最近的一次道歉就在上个星期，孩子发烧那天我也发烧了，我打电话给老公，让老公过来照顾孩子。当时电话里还传来一道女声，不舒服的我还发脾气了，老公却以合作方为由搪塞了，而且还反过来冲我发脾气，大声吼叫道：你怎么回事呀？在家带个孩子都带不好，孩子生病了就赶紧带他去看，别耽误了。带孩子就是你的工作，知不知道？好了，我也要工作了，不要再来烦我了。丝毫没察觉到我声音中的疲惫，就把电话挂了。这么着急挂电话，想来是等不及要陪小情人了。回想过往，真的是悔不当初，竟然选择辞职当全职太太了。曾经我也是领导过100人的团队，经手的项目过亿的，却仅仅因为老公几句话，今后由我来养家，我养你啊，你专心在家带孩子就行。一时冲动，越走越远，也因此整整和社会脱轨了10年，才导致现今进退两难。毕竟现在自己靠着老公养着呢。没想到接下来老公的一句话，
却让事情出现了转机。这晚我彻夜难眠，早上很早就醒来了。等把孩子送到学校后，我回到家没多久，老公阴沉着脸推开家门回来了。他径直朝我走来，从包里抽出一个文件。看到这，我眉头一跳，随即便听到老公开口说：“离婚吧，现在的生活我过腻了。你把文件签好后，我们就去民政局把证领了。”眼神中闪过一丝受伤。我没有回复老公的话，谁知我这样的举动竟然激怒了他。他对我的穿着开始评头论足了起来，眼神上下打量我几番，毫不客气地说：“你看看你现在穿的和50的大妈一样，整天穿得灰扑扑的，那有一点年轻人的样子，不说人家还以为你50岁了呢。”听完，我的眼眶瞬间红了。我抬头死死盯着老公的眼睛，换来的却是他更加变本加厉的嘲讽：“要不是我养你，你能过得这么好？估计你离了我，你也只能去做个扫地大妈吧。”叮咚，脑中突然响起一个声音：“扫地大妈系统激活中，请宿主选择是否激活。激活时间倒计时10秒钟，不点击确认则视为放弃。10、9、8、3、2。”我手指一点，选择激活。系统的声音传来：“宿主需要到指定地点完成任务，便能获得1亿元。”这突如其来的消息砸得我有点反应不过来。我没有理会老公不断讥讽的声音，直接上楼休息了。回到房间后，我沉默了许久，直接询问系统：“系统，你不会是骗人的吧？完成任务就能获得1亿元？”系统直接调出1亿现金到我的银行卡上。看到这一串零，直接晃瞎了我的眼睛。但当调动这笔钱，却显示冻结状态，我也反应过来了，询问系统：“钱用不了，让我怎么相信你是真的？”系统沉默了片刻后说：“只要你先去入职，那么晚这边就给你解冻100万，后续资金等你完成任务后才会说全部解冻。”思索片刻后，我同意了。于是我直接询问系统：“你说的指定地点是在哪里？”脑中瞬间浮现了一个地址，竟然是老公办公楼，整个所有区域都是任务地点。思考了片刻，在前面子都不是什么大问题。休息好后，我就直接跟在老公后面。他用疑惑的眼神看向我，我并未过多解释，我沉默的态度令他不舒服。还没等我上车，就见他一脚油门直接离开了。我直接叫了个车，按照平时都穿着去办公楼应聘保洁。很快我便收到了入职邀请，当天我便直接入职了。入职后，手机收到资金解冻100万的消息，我欣喜若狂。等我一身保洁衣服打扫时，却碰到了老公了。还没等我凑上前，他便快步走了。老公走后，我手机便收到了一条消息：“谁让你来这里的？你看看你那一身衣服像啥样子？”我垂下眼眸，低头回复道：“不是你说让我去做扫地大妈吗？我这不就是按照你心愿来了吗？”很快到了上班时间，我准时到达战场。从来没做过这行，我才知道有多辛苦，要扫地、拖地、打扫卫生间等等一系列的任务。作为新人，我一天的工作量就是打扫5层，这个让常年没太干体力活的我有点 hold 不住了，整得我腰酸背疼的。上午刚打扫完2层后，满脸疲惫不堪，正坐在大厅的休息区休息一下，竟然看到老公和他的秘书缓缓朝我走来。他直接站在我的面前，停顿了2秒后走开了。而老公瞥了我一眼，小声说道：“赶紧给我滚回家，不要在这丢人显眼。”说完这句话，就大步离去了。远远还能听到秘书娇声对老公说：“
夫人也只是想尝试改变一下了，您应该更加包容点。毕竟夫人都这么久没上班了，让她去上班，她也不知道做什么吗？听到她这样说，我瞬间把头抬起来了，一个转头还看见秘书朝我瞪了一眼。我有预感我们还会再次见面的。果然，就在我快要下班时，秘书拦住我，语气嚣张道：“你都知道萧远哥哥不再喜欢你了，怎么还不放手呀？也不看看你什么姿色能比得上我？赶紧答应签了离婚协议。”我冷笑一声：“小三妹，怎么就这么迫不及待要上位了？注意点，我才是正宫娘娘，也不看看你是什么货色。至于离不离婚，和你有什么关系？”秘书听完后，脸色都铁青了下来。他扫视了我一眼，突然眼光一亮，立马甩袖离开，顺便放了个狠话：“姐姐，毕竟你离开职场多年，应该是没体会过社会的险恶。姐姐既然这么喜欢干活，那就多干点。”听完，我有一瞬间脸都绿了。想到钱，我瞬间调整好情绪。第二天上班任务量增加，作为一个新人，竟然一天要打扫8层。这天上班我都是连轴转的，连休息时间都直接省了，直接就是干。这把我的腰都累倒直不起了。工作的增加让我有点退缩了。我询问系统目前进度如何？一阵电流声传来，系统上线了。系统机械的声音传来：“宿主目前进度完成20%，请宿主再接再厉。”想到这么累，我还是想要点奖励激励自己的。我向系统撒娇道：“系统，你看我也完成了20%，是不是应该再奖励我点钱了？”系统声音停顿了片刻道：“目前暂时不支持这项业务，之前也已经给宿主提供过开工奖励了，剩下的需要等您完成后才能拿到。”听完系统的话，我哽住了，捂住老腰，又开始了今天的工作。从来没做这么多工作的我，有点不适应。刚清扫完1层，脑袋止不住的发晕，眼前一发黑，我竟然晕倒了。晕倒后醒来，就见老公脸色发黑的坐在我病房前。老公手指着我，嗓音微高说：“你闹也有个限度吧？现在公司大多数人都知道你去做扫地大妈了，你这让别人怎么看我？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虐待你。一个总裁夫人都沦落到扫地求生赚钱了，你让我面子往哪里放？明天就给我不要去了。”我里面摇头表示不同意，老公也怒了，直接撂下一句话：“你就等着吧。”听完老公说的这句话，我心里都发慌得很。等我休息好后，迅速奔赴上班岗位。一到上班的地方，就收到了一个辞退通知。收到这份通知后，脑中系统警报声滴滴作响：“警告，宿主如果被辞退，那么任务则视为失败，请宿主尽快准备好措施。如任务失败，之前发放的100万，这边也是要收回的哦。”这哪能行？我直接跑到老公办公室争辩起来。我身穿制服来到老公公司，他公司里面的员工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，我丝毫没有在意。这年头，面子值几个钱？有钱才是硬道理。我正大光明地走进老公办公室，一进他办公室，他脸色都变了。等我把门关上后，他直接发起了脾气：“谁让你穿这身衣服来公司的？你不嫌丢人，我还嫌丢人呢。”我丝毫没有理会，冲到老公面前，把桌上的东西都扔掉了，并大声指责起了老公：“那你出轨就让我有面子了。我头戴绿帽我就好看了，不过是让你丢点面子而已，你何必计较这么多？”随后便看到老公的脸像五色盘一样变来变去的，我嗤笑一声，顺势开口道：“赶紧让我公司把那个辞退通知给我收回，不然有你好瞧的。”
跟老公谈完后，我直接回到了工作岗位上，系统的警报声还是在滴滴作响。这哪能行？我直接发了一张图片给老公，图片是我之前在办公楼拍下老公和女秘书在一起运动的照片。毕竟我熟知老公的性子，他这么一个爱面子的人。老公看完后询问我哪里来的，我当然没回答了，我只是提了一个要求，如果不让我继续工作的话，那么我就把这张照片宣传出去，并且我要求老公让人把那个辞退通知收回去。他发了一个愤怒的表情给我，然后回复了说他知道了，我静候通知，顺便回总结打扫过的区域。一番查看后，我了解到最近打卡的地方包括了日常的一些公共区域，比如烟雾缭绕的厕所，还有满楼的垃圾纸巾的垃圾桶，还有沾满推销广告纸的大门，这些我都清理过。但是最难接触到的打扫区域是老公核心办公的那个楼层，毕竟老公这么好面子的人，是不太想让人知晓他的老婆做着打扫的活，哪怕大家知道了，没有见过这样，也只是谣传。但是如果真真切切的让他员工看见，就会让他很丢脸。这几个地方还是难以接近的。没想到老公后面的一句话却给了我一个机会，愣神片刻便收到老公的消息，既然你这么喜欢干，那多干点喽。果然等了还没半个小时，也收到了领导的通知，小吴辞退通知搞错了，你就继续上班了。对于这样的任务，我的心都颤抖了一下。老公给我安排的工作量是打扫6层区域，其中还包括他办公那楼的公共区域，这我哪里干得完？于是我找系统深入交流了一下，系统已经打卡完的地点不需要再重复打卡吧？宿主不需要哈，目前任务进度有点慢，请宿主尽快完成。收到系统这样的答复，我开心坏了。老公给我安排的工作是整整6层打扫区域，之前的100万派上用途了。我直接把我多余的工作分给其他人，让同事替我干，然后我给他们发工钱，1亿和几千块，我还是分得清的。时间过得飞快，入职也有将近1个星期。在此期间，老公每晚都夜不归宿，我也没再去管他了。我没管，但是可是有人坐不住。今天打扫老公所在楼层走廊的时候，我听到了一个八卦，就是和我一起打扫老公办公的那层的同事跟我说了一个大瓜，说那个秘书呕吐不止，估计怀孕了。果不其然，这天秘书又来找我了，只见他收拿一个文件袋，嚣张地摸了一下小腹，对我说：“我有赵哥哥的孩子了，你还是识相早点离开，毕竟我可是要给赵哥哥生个大胖小子的人。赵哥哥家可是3代单传，可就缺这一个男娃了。”我不屑地看了一眼秘书，咋的？赵家有皇位要继承了，女儿不也是骨血？怎么的？你歧视女性呀？不要忘了，你也是女的。秘书被我噎得没话说了。离开前便看到他眼神中闪过一丝亮光。这天我的任务比之前还更多，打扫范围也更广了。我便知道秘书搞的鬼，这种事情怎么能难倒我呢？我继续花钱让同事帮我把多余的工作完成。不过有些困难的是去老公办公室打扫。当我走到办公室门口时，便听到老公和秘书在办公室里面笑的声音。我站在门口听着他们打闹的声音，等了半小时也没见他们停下，我就知道秘书是故意的。于是我硬着头皮打开了老公办公室的门。我抱着打扫工具来到了他的办公室，开始动手打扫起来。还没扫几分钟，老公呵斥的声音传来：“谁让你进来的？”我眼神看向秘书，
老公也明白了，就见老公宠溺地看了一眼小蜜，然后冲着我怒吼道：“赶紧走，别在这碍着我的眼！”我厚着脸皮继续待着，谁知小蜜起身拉住我的手，把我往外推。没办法，我只能拿着工具离开。老公这样搞得我有点不开心，所以我打算买点东西稍微犒劳一下自己。谁知我去买东西使用老公副卡时，我瞬间无奈了。我老公那个狗东西竟然把他的副卡都停了。以前我上班可是追求者不断，老公可是整整追求了我3年我才答应他的。还记得当年老公为了追我，那叫一个大方。我上班的地方距离住的地方有点远，他为了不让我那么辛苦，还给我买了一辆代步车。过节时也是时不时的给我准备小礼物，在我不舒服的时候都会放下手中的事情来陪。我也被他的真诚所打动，就在那年的情人节选择和他在一起了。记得我和老公刚在一起的时候，我都是随便刷他的卡，只要我看上啥他都会给我买。当然，我每次也不会买太贵的东西。我体贴他的创业不容易，花钱也很不会太过无脑。时间过得太快了，男的心也太容易变了。一个小小的秘书就迷住了老公的心，现在竟然连卡都给我停了，这也让彻底死心了。果然男的都靠不住，看来我必须尽快的加快进度，早拿钱我早安心。下班回到家后，我对老公彻底没了好脸色了。我回到房间询问着系统目前任务进度如何，系统表示目前任务已达到 95%， 距离完成任务还剩 5%。 还没等我查看完，房门被敲响了，老公再一次拿来了离婚协议，要求我签字。这一次我仔细看了一下离婚协议，如果我选择离婚的话，那么只能分到500万，这相对老公的资产而言太少了。我把离婚协议甩到老公面前，钱太少了，就这么点钱想打发我？你如果想你那宝贝儿子成为私生子，就不要答应我的条件。要给你那宝贝儿子名分的话，钱就得给够，不然离婚的事情现在就免谈。老公沉默了许久，便把协议拿走了。走之前我看到了他眼神闪过一丝狠厉，脑中突然浮现着老公一些生意手段，这让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出门去上班，就看到一只乌鸦飞到头顶，系统也在我脑中不断滴滴作响。就在我开车前往途中，突然碰到一个车子朝我车头碰来，经过系统的指导以及我临危不乱的操作，还是顺利躲开了，但是还是导致我有点擦伤。为了钱，我忍着疼直接来到了公司。抵达工作岗位时，凑巧碰到了老公。老公惊讶了几秒，随后嗓音压低道：“你今天出车祸，没伤到吗？”我并没有告知老公我出车祸的事情。通过这句话，也让我瞬间明白了车祸事情的原委。原来这场车祸是老公安排的，但是我没证据，并不好进行下一步动作。我直接绕开老公，准备开始今天的工作。我没搭理老公，他却来劲了，声音中带着点命令的口气：“今天就不要干了，早点休息吧。”我可不相信老公有这么好心，不就是怕周围的流言蜚语？我一瘸一拐地来到了办公区域，最后的任务量是打扫老公办公室。我走到办公室门口时，我听到了老公和那个司机的对话。原来今天这个司机是他安排的。我赶紧躲到暗处，把这段录下来，这个我可有大用处。谁知还没录多久，小蜜就来了。他看到我站门口，轻咳一声，提高嗓音道：“总裁夫人您来了。”这一声瞬间惊扰到了办公室的老公，里面的谈话瞬间终止了。
老公的员工瞬间都看了过来。面对众多目光，我深呼一口气，推开了门。我开始了今日的工作，打扫起了老公的办公室。老公眉头紧锁地看着我，语气不耐烦道：“我这边不需要你打扫，你赶紧走呀！”我嗓音提高道：“你不让我打扫，是不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？害怕被我发现了，所以不敢让我收拾你这？”气氛一瞬间凝固了起来。我没有理会老公的言语，继续我的工作。谁料老公竟然起身，一把扔掉了我的东西，还使劲地推我走，力道之大，把我推倒在地。我迅速起身，倔强地看着老公，久久不肯离去。毕竟我任务还没完成。我压低声音提醒老公：“如果你想让别人知道你家暴，就尽管赶我走。”老公沉默片刻后，最后同意了。我待在这，我忍着痛意，咬牙把办公室打扫完了。期间，我还看到了老公给婴儿买东西的一些单据，这让我确信这个孩子在老公心中的地位很高。最后的打扫任务也终于让我完成了，距离提现还差一步操作。打扫完后，我抹着眼泪离开了办公室，提现任务也步入了尾声。我伸展着腰，询问系统：“系统，目前任务已经完成了，是否发放奖励呢？”系统工作的声音响起：“宿主请稍后，系统正在核算中。”经过系统核算完成，您这边任务顺利完成，1亿现金解锁中，正在发放中，请宿主耐心等待。等了大概有5分钟，我便收到了银行卡解冻的消息。我尝试用里面的钱购买我看上的一款爱马仕奢侈品包包，购买时没有任何阻碍，直接顺利下单了。既然钱也已经到账了，那我这个婚也没必要继续下去了。下班后，我便在家等着老公。我笃定他今晚会回家。果不其然，我在家还没有坐多久，就听到了开门的声音。估计他也知道他今天失言了，就见他眉头紧皱走向我。我们互相对视了几秒钟，我率先开口：“老公，既然你说要离婚，我同意了。不过我要求离婚协议书再改改，500万太少了，我要求3500万。”话音落下后，就听到老公呼吸声都加重，随即他噪音提高：“你想到都不要想，给你500万，都还是看你给我生了个娃。”我嘴角勾起一抹笑，然后把今天录好的发给他。等我在房间没待多久，门外偏传来了敲门声。我知道是老公，但是我没开门，隔着门便听到老公说：“录音需要佐证的，你这点证据根本不足以告我，毕竟你的录音也只是录了一半。”突然我又想到那些单据，我借机大声说：“小蜜怀孕了，你知道吧？小蜜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了，你知道藏不住的吧？你应该不想孩子最后背上私生子的名字吧？”门外传来重重的喘息声，等了半晌还是没有回应。我还以为拿不到钱了，没想到来了个峰回路转。老公哑着嗓音说：“你说的我考虑清楚了，你说的条件我答应了。”老公答应后，我直接联系专业的律师把协议写好。我把协议打印好后，就让老公签字画押了。离婚的话，还需要预约一下时间。还没拿离婚证，秘书就光明正大地住了进来。就见秘书经常在我面前挺着肚子不断晃悠着，看着秘书小丑般的作态，很是好笑。毕竟孩子就3个月不到，肚子根本就没那么挺的。我可是通过超能力发现点好东西，以后有它可受的。在等待离婚预约的日子里，我过上了悠闲的生活。毕竟我已经完成了那个艰巨的打卡任务，手里有了1亿，再加上离婚即将到手的3500万，我可谓是财富自由了。这段时间，
我开始享受生活，做做瑜伽，看看书，逛逛街，生活惬意无比。而老公和秘书那边则是鸡飞狗跳，秘书急于上位，每天都在老公耳边吹风，要他尽快和我离婚。我看着他们焦急的样子，只觉得好笑。离婚的日子就这么不经意间到了。那是一个晴朗的早晨，我和老公在民政局门口见了面。他看起来有些憔悴，想必是最近被秘书闹腾的。我们默默地走进民政局，没有任何交流。办理离婚手续的过程中，我一直保持着微笑。当工作人员把离婚证递到我手上时，我感到了一种解脱，而老公则是一脸沉重。我知道他并不是因为我，而是因为那个即将成为他新妻子的秘书。离婚后，我搬离了我们曾经的家，住进了我新买的公寓。这里的一切都是按照我的喜好布置的，温馨而舒适。我开始了我新的生活，没有了婚姻的束缚，我感到前所未有的自由。而老公和秘书的生活则并不如意。秘书在婚后很快就暴露了他的本性，他并不是真心爱老公，只是看中了他的财富。他挥霍无度，每天只知道购物和玩乐，对老公和孩子不闻不问。老公开始后悔他的选择，他怀念我们曾经的生活，怀念我对他和孩子的照顾。他开始尝试联系我，但我并没有给他任何回应。我已经开始了新的生活，不想再被过去牵绊。离婚后，我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。我旅行、学习、健身，尽情享受生活的美好。与此同时，我也开始关注自己的事业，毕竟手里有了一笔不小的财富，我也想做出一些有意义的事情。经过深思熟虑，我决定投资一家初创公司。这家公司致力于环保科技的研发，我对他们的项目非常感兴趣，也看好他们的发展前景。于是，我成了这家公司的投资人之一。在投资的过程中，我结识了许多有趣的人，也学到了很多新的知识。我发现，原来自己除了家庭之外，还有这么广阔的世界等待着我去探索。而前夫那边的情况则越来越糟糕，秘书的挥霍无度让他们的财务状况陷入了困境。更糟糕的是，秘书对孩子的虐待被邻居发现并报了警。前夫被警方带走协助调查，他们的家庭陷入了混乱。我听说了这些事情后，心中五味杂陈。虽然我已经放下了对前夫的感情，但是想到孩子受到的伤害，我还是感到心疼。我决定暗中关注这个案子的进展，看看能否为孩子做些什么。随着调查的深入，秘书的恶行被一一揭露。他不仅虐待孩子，还涉嫌诈骗和偷税漏税等犯罪行为。最终，他被警方正式逮捕并提起公诉。前夫在经历了这一切后，深刻反思了自己的错误。他决定重新做人，好好抚养孩子。他找到我，希望我能原谅他过去的错误，并给他一个机会重新开始。我看着他诚恳的眼神和憔悴的面容，心中不禁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。但是我知道，我不能再回到过去了。我告诉他，我希望他能真正承担起一个父亲的责任，好好照顾孩子。至于我们之间的感情，已经无法挽回了。时间荏苒，转眼间几年过去了，我的事业越做越大，投资的初创公司已经成功上市，为我带来了丰厚的回报。我也在这个过程中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，我们一起为环保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。而前夫也已经重新做人，他努力工作，照顾孩子，弥补过去的错误。我们虽然不再是夫妻，但为了孩子，我们保持着友好的关系。每当孩子需要我们的时候，
我们都会毫不犹豫地出现在他的身边。这一天是孩子10岁的生日，我和前夫一起为他举办了一个热闹的生日派对。看着孩子开心的笑脸和前夫忙碌的身影，我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感动。或许这就是最好的结局吧。我们虽然不再是夫妻，但却成为了彼此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在派对结束后，前夫找到我，向我表达了由衷的感谢和歉意。他说他已经彻底明白了自己的错误，并为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。他现在只希望能和孩子过上平静的生活，并感谢我一直以来的关心和帮助。我看着他真诚的眼神，心中感慨万千。或许这就是命运的安排吧，让我们在经历了一切后，还能以这样的方式相守。我告诉他，只要他好好照顾孩子，努力生活，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了。从此以后，我们各自安好，互不打扰。但每当孩子需要我们的时候，我们都会毫不犹豫地出现在他的身边，给予他最大的支持和关爱。这就是最好的结局了。故事完，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。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老公出轨被发现后，竟要把小三和私生女一起接进家门。我向婆婆告状，婆婆却说他们是来加入这个家的，不是来拆散这个家的。为人妻子，你就该学着大度点。好，我大度。我扭头直接把公公的老小三接进了家门，还和私生子小叔搞起了暧昧。婆婆跟老公气急败坏，怒骂我不要脸。我讥讽一笑，他们是来加入这个家的，不是来拆散这个家的。你们能不能大度点？发现秦川出轨的那天是一个寻常的午后，我提前下班回家，却看到秦川的车停在小区楼下。按理说，这个点他应该在公司上班才是。不等我仔细思考，车身就开始不断上下起伏起来。秦川经常丢三落四，一些贵重的东西也随便放在车里，莫非是让贼给盯上了？我瞬间警惕起来，拎起一旁的消防斧靠近过去。可还没等看清车内情形，一只手就猛地拍在了车窗上，还伴随着阵阵喘息。川哥，别动了，有人来了，快停下！我听到脚步声了，女人的声音带着些许撒娇的意味，我忍不住眉头紧皱。下一秒，秦川熟悉的声音传来：怕什么？不是你提议要在车上的吗？既然要追求刺激，那就贯穿到底。说完，两人的动静越发大了起来。这没羞没臊的架势让我愣在原地，如遭雷击。和秦川结婚7年，我们的感情平淡无波，因为是相亲认识的，不曾爱得轰轰烈烈，只是到了该结婚的年纪，遇到了一个还算合适的人罢了。秦川为人老实，也很有上进心，我的父母对他非常满意。结婚时不仅没要彩礼，还陪嫁了2套房。秦川一直很感激我，但也只停留在感激。这些年，我在家照顾公婆，全心全力支持他的事业，而秦川也从一个小职员摸爬滚打到了经理的位置。从那以后，他经常早出晚归，找各种借口不与我同房。每月发了工资，也只是固定打一笔生活费过来，我无所谓。毕竟他不爱我，我也不爱他。关于他出轨这件事，也算是早有征兆了。毕竟车里的那个女人，可是他时常挂在嘴边的白月光芳柔。读书时，人家嫌他穷，瞧不上他。现在可好，他这个癞蛤蟆也算是美梦成真了。不过一码归一码，既然他涉及到了原则上的问题，有些事还得好好说清楚才行。于是我淡定地拍下一张照片，就径直上了楼。5个小时后，秦川才终于舍得回家。他穿得衣冠楚楚，
脸上还带着些许艳足的表情。我抬起手表一看，正好7点整，和他平时下班回家的时间一模一样。那也就说明，今天的事也许已经发生无数次了。他到底是从何时开始出轨的呢？1年前、2年前，我已经想象不到了。老婆，今天怎么没给我留饭？看着空空如也的桌面，秦川不免有些抱怨起来。我嗤笑一声，出轨的人还配吃饭吗？到底还是婆婆宝贝他，端上了早就炖好的鸡汤，忙前忙后的伺候了起来。而我脸色冰冷，只是默默盯着他们母子俩看。许是察觉到了我的不对，秦川把婆婆支走，有些试探性地问道：“老婆，你今天怎么了？有什么事你直说就是。咱俩这么多年夫妻了，既然如此，我也不藏着掖着，直接把手机举起，贴到了他的脸上。说说吧，怎么回事？”秦川比我想象中镇静得多，他只是微微一愣，又开始喝起了鸡汤。你知道了，那正好，我也想找个机会说呢。小柔那边房子到期了，要不就直接让她搬进来住吧。她和孩子挤在小单间里也不方便。他这一番话说下来，就像在说今天天气很好一样。我嗤笑一声，孩子，居然连孩子都有了。在我的一番追问下，秦川终于坦白，他跟方柔的地下恋情从5年前就开始了，就连他们生下的女儿今年都3岁了。老婆，我知道我对不起你，但感情的事勉强不来。我跟小柔是真心相爱的，你一向心地善良，对我爸妈也很孝顺，你也不想看到孩子没户口，连学都上不了吧？见我一直沉默不语，秦川更加蹬鼻子上脸，不仅提出要将方柔跟孩子接进家门，还想把孩子的户口上到我们名下。我简直是气到想要发笑。世界上还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！你们那么相爱，为什么不离婚呢？既然对我没有激情，感情的事勉强不来，我可以成全你们的。提到离婚2字，秦川的气势瞬间蔫了下去。他当然不敢离婚，方柔跟他在一起，大概率是看上他有车有房，有点小钱。可实际上，这些东西全在我的名下。若是我起诉离婚，以他出轨的罪名，基本上分不到什么东西了。到时他只会落到人财两空的下场。于是秦川软下了态度，拉着我的手开始示弱。老婆，这事是我不对，但你就不能包容一点吗？只是一起生活而已。小柔她性格很好的，我们的女儿也会对你像对亲妈一样，你就当多了个姐妹了。我手下一个发力，将她狠狠甩开。当我傻吗？我可没有上赶着给别人当妈的习惯。和王川一番纠缠下来，已经是半夜11点。既然他这么不讲道理，厚颜无耻，我也只好敲响公婆的房门，让他们来评评理了。可我却忘了，有什么样的儿子，就有什么样的爹妈。婆婆在听完我的描述后，不仅完全没当回事，反而因为得知自己多了个孙女，欣喜若狂起来。素素啊，不是妈说你这就格局小了，他们是来加入这个家的，不是来拆散这个家的。为人妻子，你就该学着大度点，不是？小川出轨是不对，可这也说明你男人他有魅力呀。听着他越说越离谱，我忍不住攥紧拳头。多年来，我为这个家倾尽全力付出，却换不来他们一家半点真心。妈，我现在还叫你一声妈是给你面子，既然你也不是个明事理的，那好，明天就离婚吧。秦川是过错方，财产都归我，这是没得商量。说完，我不屑地瞥了他们一眼，扭头就走。可秦川却突然硬气了起来，拽住了我的手。老婆，你别忘了，岳母的心脏病一直没好，可受不了刺激。如果你非要离婚，除非你自愿净身出户，
否则我只能请他出面做主了。不过我怕他承受不住。面对秦川的威胁，我的气势逐渐弱了下来。毕竟他的确戳中了我的软肋。沉默良久，我缓缓开口：“好，我同意他们搬进来。”秦川眼中闪过一丝得逞，沾沾自喜道：“这才对嘛，早这样不就好了？”看着他这副令人恶心的嘴脸，我的指尖悄悄攥紧，直至渗出血来。真没想到，结婚7年，所谓的老实人也变成了恶魔。这样也好，机会已经给过他了，既然他自己不要，以后可就怪不得我了。次日，方柔就带着女儿明目张胆搬了进来，公公婆婆都对他们很是欢迎，几人很快就亲如一家了。而我站在一旁，俨然就像个外人一样。他的女儿指着我就咒骂我是老巫婆，破坏他们一家3口，还叫嚣着要把我赶出去。方柔这才将碎发撩到耳后，假模假样跟我打了个招呼：“素素姐，真是不好意思，孩子不懂事，你别见怪。说起来，我有今天还得多谢你了，要不是你这些年不爱打扮，肚子里也没个动静，川哥也不会跑来找我了，我也不会有现在的幸福生活。”我露出玩味的表情，一把将他的女儿推到了地上。没关系，孩子不懂事，打一顿就好了。你能有今天，你该多谢你自己。毕竟小三这个职业可不是什么人都做得来的。家里的事以后就交给你了，你是做小的，应该有点觉悟吧。说完，我将扫把拖把往地上一扔，彻底当起了甩手掌柜。方柔抱起哇哇大哭的孩子，气急败坏地指向我：“川哥，你看他。”可秦川跟公婆自知理亏，也不敢多说半句。毕竟兔子逼急了还会咬人，何况我还是个大活人呢。一晃就是大半个月过去了，方柔并没有过上想象中的好日子。她每天被公婆使唤，下班回家还要做饭带娃，简直身心俱疲。秦川虽然心疼她，但也认为这是一个妻子应该做的。毕竟过去7年，我一直都是这么伺候他们一家，而我则早出晚归，对他们一家都视而不见。婆婆看不惯我，跑来我面前得意：“素素，你看现在这样不就挺好的吗？大家明明可以好好相处。”她自以为拿捏住了我就会默许他们一直荒唐下去。可他错了，我从来不是他们想象中那么柔弱可欺。结婚时，妈妈教导我要相夫教子，做一个贤妻良母，我也一直都按照她说的去做。可既然老公不仁，婆婆不义，我也不用继续忍下去了。看着公公衣服上的口红印，我勾唇一笑。婆婆那么大度，那么喜欢一大家子在一起生活，那我相信公公的小三，他一定也能大方接纳吧。不如就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。公公有小三这件事，半个月前我就发现了。不得不说，还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。公公出轨的时间比秦川长得多，不仅有了孩子，甚至私生子都20多岁了。也难为婆婆为这个家当牛做马几十年，居然一直蒙在鼓里。这些天，我每天早出晚归，为的就是收集证据，顺便好好思考一下该如何报复他们一家才更畅快。不过现在嘛，我可算想到了，最好的报复方式，莫过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次日，我就开诚布公跑去找了公公的老小三。虽然他已经年近50，可还是风韵犹存，保养得非常得当。据我这些天的调查，公公和他是跳广场舞时认识的，距今已经地下恋快30年了。而且这个老小三魅力很大，还是舞团里的一枝花。公公为了追求她，估计没少往里砸养老金。相较之下，
婆婆每天就知道记挂着家长里短，哪里比得上老小三的清风霁月呢？在得知我是秦家的儿媳后，老小三显得很是警惕。他表示自己并没有要破坏家庭的意思，只是情难自控。这绿茶的模样跟方柔简直是不相上下了。我更加兴奋起来，赶忙解释道：“阿姨，您误会我了，我不是来兴师问罪的，我只是替您打抱不平。这么多年，您一个人带孩子多不容易呀！公公居然一直没公开您，你是不知道啊。我们秦家很开明的，我老公都直接带着小三住进来了，跟我婆婆相处的可好了。原本老小三还有些犹犹豫豫，怕我是故意诈他。在听说秦明的小三跟孩子都搬进了秦家后，他彻底坐不住了。毕竟要是能光明正大，谁愿意躲躲藏藏呢？当即他就打电话找公公求证去了。在得到公公支支吾吾的回答后，老小三把他臭骂了一顿，还闹着说自己也要搬进秦家，要个名分。公公一开始还有些纠结，我隔着电话怂恿他：“公公，你可是个男人，怕什么？我都能接受方柔他们了。婆婆那么大度，她一定也不会介意阿姨的。”被我这么一说，公公也壮起了胆，承诺说今晚就去找婆婆摊牌，一定让老小三和儿子进门。得到满意回答，老小三对着我千恩万谢，说多亏有我他才没蒙在鼓里。我嬉笑着说：“不用客气，毕竟以后可是一家人呢。”这出戏呀，可真是越来越精彩了。我已经迫不及待想看到婆婆吃瘪的表情了。公公果然说到做到，当晚就找婆婆摊了牌，两人吵架的声音大到整栋楼都能听见。你个杀千刀的，还让不让人活了？老娘跟你几十年，吃不饱穿不暖，你还敢养小的？你不让我好过，大家都别好过。我现在就去死，别拦着我！说着，婆婆就冲出了房门，但她并没有直奔天台，而是跑去了秦川的房间里，扒着窗户嚷嚷着要跳楼。我当然也不能错过这出好戏，赶忙装作关心的样子跑去凑热闹。妈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我第二天还要上班呢，能不能别闹了？秦川和方柔睡眼惺忪，眼下的黑眼圈比熊猫还重。婆婆听了这话，更加寻死觅活起来，把公公出轨的事添油加醋说了一遍，想让儿子站在自己这边。可秦川却不以为然，扭头又躺了回去，语气不耐烦地说：“我还以为什么大事呢，不就是找小三吗？方柔也是小三，咱们一家人现在不是好好的吗？妈，你就别没事找事了，赶紧睡吧。”被秦川这么一说，婆婆气得直敲窗户，但却没有一个人搭理她。我也趁机煽风点火：“是啊，婆婆，你可是一家之主，你要是死了，不正中老小三的下怀吗？到时候好日子可全是她的了。”被我这么一说，婆婆才偃旗息鼓。她这么惜命，当然舍不得真死，只能不情不愿回了房间。临走前还警告公公说，就算老小三进了门，也不能越过他去。公公见目的已经达到，自然是无有不依。而我看着躺在一起的秦川和方柔，嘴脸噙起一抹笑容，真好，现在还睡得着觉，很快我就让你们再也睡不着了。第二天，老小三就带着小叔搬了进来。小叔相貌端正，一张嘴能说会道，可惜是个啃老族。我早就把他调查得明明白白了，他这人表面看着无害，实际可不是什么省油的灯。老小三之所以这么迫不及待进门，肯定少不了他的怂恿。他们母子俩跟方柔进门的目的是一样的，为的就是有朝一日能登堂上位，好分割秦家的家产。小叔一见到我就格外热情，
拉着我的手就套近乎。哟，这就是嫂子吧？这2天总听我妈念叨你，还真是百闻不如一见，大美人一个呀！一看这气质，就和某些见不得台面的人不一样。说着，他还用鄙夷的眼神扫过了方柔。我知道他是在向我投诚，毕竟他们能进门，还多亏了我。以后大家就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了。我故作害羞地低下了头。还是小叔会说话，不像你哥，眼睛长屁眼里去了。你跟小婆婆千万别客气，以后就把这儿当自己家了。有什么事尽管找嫂子，嫂子能帮的一定会帮。小叔满脸挑衅地扫了一眼秦川，将我直接搂进怀里。那我就多谢嫂子了。其实这也不能怪大哥，大哥每天工作赚钱，太忙了，不像我，只会心疼嫂子。听着我们阴阳怪气的话，秦川跟方柔的脸都瞬间黑了下来。虽然秦川自己出轨，但他可忍不了老婆跟别人亲近。你个小白脸，我还没死呢，把你的手从你嫂子身上松开，像什么话？正当我们这边纠缠不清时，另一边老小三更是直接发力，从进门起就跟公公粘在一起，没离开过，还嚷嚷着想跟公公一起住主卧。婆婆气不过，拿着扫帚想将他们2人分开。你个老不死的，多大的年纪了，还当自己是小姑娘呢？想进我们秦家，我非要给你立立规矩不可。以后你得伏低做小，伺候我跟老秦，家务活也都得你来干。婆婆想学我之前那样，给老小三一个下马威，可惜老小三的段位可比方柔高得多。看到那一大堆的家务，她揉着太阳穴就开始装晕。对不起呀，老姐姐，真不是我不想做，我这上了年纪，有点低血糖，头总容易发晕。秦哥哥，你扶着我点，人家要昏倒了。说着，他直接倚靠在了公公身上。公公心疼老小三，自然舍不得他受累，又把所有的事丢给了方柔，自己则老牛发力，一个打横就将老小三抱起，径直就朝着主卧走去，说是老小三身体不舒服，要照顾她，让婆婆自己收拾间客房出来先住着。婆婆气得直跺脚，扭头又看到我跟小叔子亲亲热热，心里更加不痛快了，直接把火都撒到了我身上。林素素，你看你现在还有个儿媳妇的样子吗？跟野男人搂搂抱抱的，你还要脸吗？别以为我不知道，老秦那小三就是你给撺掇进来的。秦川见状，也跟他妈站在同一战线，对着我指指点点起来。就是一个女人这么不知廉耻，就不懂得避避嫌吗？我警告你，我们还没离婚呢。看着他们气急败坏的样子，我讥讽一笑，妈，真不是我说你们，他们是来加入这个家的，不是来拆散这个家的。你们能不能大度点？咱们一家人好好过日子不好吗？我都能接受方柔了，你们还有什么不满？婆婆和秦川被我这一番说辞堵住了嘴，哑口无言了。她只能恶狠狠地看向方柔，拿她出气，还不赶紧做饭，等着谁来做呢？都怪你这个贱货，要不是你勾搭我儿子，能有今天吗？方柔又成了那个大冤种，她愤愤不平地走向了饭桌，突然灵机一动，也想学老小三的样子装晕。只是这手还没碰到太阳穴，就被婆婆的咳嗽声给警告了。老娘还没死呢，你们这一个两个的别在我面前演戏，哪天要是逼急了我把你们通通都给扫地出门。方柔这才收起了心眼子，开始认真干起活来，而我则冷哼一声，领着小叔子去了他的房间。早就料到老小三和小叔会来，客房我一早就准备好了，只差铺个床就能入住。可没想到小叔子却入戏太深，如今房间里空无一人，他还要在我面前演戏，
嫂子，还麻烦你亲自为我铺床，这恐怕不太好吧？不如我自己来吧。说着，他的手就朝着我腰间贴近，我将被子猛地甩在了他的脸上，冷脸回怼道：小叔，这里没别人，你就不用再装了吧。你的想法我很清楚，可惜你讨好我也没用，在这个家里，你嫂子我可没有话语权。被戳穿了目的，小叔这悻悻才缩回了手，可他没有半点不好意思，反而厚着脸皮继续说道：嫂子，你在这个家的处境也不好过吧？倒不如跟我合作，我帮你搞定小三，你帮我搞定那个老太婆，事成之后，家产咱们均分，两不相欠。或者，你如果对我有兴趣，咱们也可以。说着，他的眼神暧昧地在我身上流转，我扭头看向他的脸，不得不说，他还真是十足吃软饭的料。可惜了，我根本不吃这一套。正当我准备言辞拒绝他，打算自己单干时，门外方柔的身影一闪而过，慌乱中，他还用手机拍了张照片，那清脆的咔嚓声格外明显。我狐疑地眯起双眼，方柔这个蠢货躲在这里做什么？难不成他还想捉我们的奸，好把我扫地出门吗？为了验证我的猜测，我故意对着小叔大声说道：家里人多眼杂，有什么事咱们晚点再说，晚上9点半我来找你，就咱们俩，不见不散。说完，我用手轻佻地刮了下小叔的脸，便快步离开了。晚饭时，当着秦川跟方柔的面，我跟小叔直接搞起了暧昧，不仅眉目传情，还亲亲热热地互相夹菜。老小三看着这一幕，很是欣慰，也挑衅起了婆婆。她跟公公互相喂饭，你一口我一口，别提有多亲密。秦川跟婆婆气得脸都绿了，根本没胃口再吃下去。尤其是秦川驰名双标，直接把筷子往桌上一砸：林素素，你不会自己吃饭吗？这一大家子都看着呢，夹来夹去，像什么话？你不要脸我还要呢。我嗤笑一声，抬起了头，阴阳怪气地说：秦川，那你自己呢？这么大个人了，你不会自己睡觉吗？非要跑外面乱搞，你都没有脸了，我还要什么脸？听完我这话，秦川猛地站起身来，伸手就想打我，可却被方柔给拦了下来。他凑近秦川耳边说了些什么，秦川这才压下了情绪：素素姐，你别理川哥，他这人就是小心眼。你跟小叔是一家人，这一家人亲近点有什么关系呢？方柔的眼神意味深长，似乎巴不得我们越亲密越好。我一猜就知道，他这是想故意放纵，好抓住我出轨的证据，反咬一口。到时候他跟秦川一起诉，净身出户的恐怕就是我了。既然如此，我索性顺了他的意。晚上9点钟，我提前来到了小叔的房间，还提前备好了高浓度的白酒，一喝就上头。嫂子，怎么回事？不是说好9点半吗？你就等不及了？小叔语气暧昧，眼神不断上下打量着我，可我只是笑而不语，朝他扔去了一个大酒杯。小叔一边喝着酒，一边高谈阔论地说着自己伟大的计划，殊不知自己已经成了我计划中的一环。那杯中的酒我可是一口都没喝，全都偷偷倒进了旁边的垃圾桶里。酒过3巡，小叔子已经有些醉了，他扯了扯自己的衣领，颇有几分衣冠禽兽的味道。我瞧着那8块腹肌，都忍不住有些动心了。真是便宜了方柔了。9点半一到，方柔准时出现在了房门口，可她预想中的捉奸画面并没有出现，只看到小叔一个人，没能找到证据。方柔当然不肯罢休，她举起手机，径直走进了小叔的房间，直奔隆起的被子而去。可被子掀开的瞬间，她依然没看到我的身影。
反倒是醉酒的小叔直接朝着他扑了上去。嫂子，咱们可是一条船上的人了，你就从了我吧。在小叔的眼里，想让我乖乖跟他合作，拿下我是最稳妥的方式。所以误打误撞闯进去的方柔成了这个替罪羊。他虽然挣扎了几下，却根本抵不过一个成年男人的力气，终究动作还是软了下去。房间里只剩下缠绵的声音，而我则不紧不慢地从黑暗中走出。这么精彩的一出好戏，光我一个人看可不行，秦家一大家子的人怎么能错过呢？于是我哼着小曲，朝主卧的方向走去。公公、婆婆、小婆婆、秦川，你们快醒醒！不得了了，不得了了！我把手做成喇叭状，开始大喊了起来。秦家这一大家子响应速度也很快，还以为家里出什么事了，都忙不迭地从床上爬了起来。慌忙中，老小三身上还穿着透明的真丝睡衣，给婆婆看得一阵窝火。你个贱货，一把年纪知不知羞，穿的这是个啥？我儿子还在呢，你要点脸吧？秦川一阵尴尬，眼睛都不知道往哪放。不过现在最重要的是，显然不是这个。公公轻咳一声，看向我：素素，你把我们都给叫醒，到底有什么事？大半夜的，你不会再故意耍我们吧？我好整以暇地理了理头发，淡定开口：怎么会呢，公公？只是有些事情我实在看不下去，才把大家都叫起来的。难道你们就没发现少了什么人吗？秦川扭头一看身侧，这才发现方柔并没有跟过来，而老小三也开始四下张望，试图找到自己儿子的身影。方柔呢？还有你那个没出息的儿子，这俩人跑哪去了？婆婆率先开了口，气势汹汹质问起了老小三。这大半夜的，孤男寡女失踪，难免会让人浮想联翩。还不等老小三回答，秦川直接按耐不住，朝着小叔的房间奔去了。打开门一看，只见方柔正面色潮红，衣衫不整，而醉酒的小叔仍压在他的身上，动作未停。看到秦川的一瞬间，方柔瞬间面色煞白。川哥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是他强迫我的。方柔哭着喊着想要争辩，可秦川一句话都听不进去。他冲进房间，把小叔一脚就给踹下了床，然后对着方柔就开始左右开弓。你个贱人，贱人，你怎么这么不要脸？你不是说要来捉奸吗？不是说要看林素素的好戏？他妈的，捉到床上来了是吧？你个不要脸的贱货！方柔被扇得两边脸都红肿，但秦川似乎仍不解气，将他生拉硬拽给拖到了地上。你给我滚，滚出秦家！你不配留在这！说着，他就把方柔拽到了房门口。方柔的女儿在一旁看着这一幕，狂哭不止，不停咒骂着秦川，说他是坏人。秦川更加烦躁，叫嚣着要把他们母女俩一起赶出家门。方柔身上围着寸缕，当然丢不起这个人，她只能不停地跪地求饶，祈求秦川别把她赶出去。川哥，你听我解释，真的不是我，一定是林素素搞的鬼，我真没背叛你啊！可他那满身的红痕却没有半点说服力。方柔，你装什么装？说别人害你，难道你裤子还会自己掉？我早该想到的，你就是个随便的女人，当初厚着脸皮当我的小三，现在还跟野男人搞在一起，我呸！方柔被他这么一番侮辱下来，心里更加委屈。你说什么？我厚着脸皮？当初是谁说家里黄脸婆没劲，跑来找我的？我以前可是校花，要不是我老公死得早，我能看上你？两人彻底撕破了脸皮，闹了起来。另一边，被踹下床的小叔也恢复了理智，他摸着摔伤的脑壳站了起来，刚想开口指认我，
秦川就一拳砸了上去，敢搞我女人，去死吧你！你个小三生的杂种，给你脸了是不是？小叔被一拳直接打出了鼻血来，整个人晕晕乎乎的。他虽然年轻力壮，但成天待在家里啃老，实际上身体底子非常差，再加上刚刚干了体力活，现在更加不是秦川的对手。眼见儿子在挨打，老小三当然坐不住，他不停摇晃着公公的手臂，让他给自己做主。秦哥，你快管管啊！你家那老大打咱们儿子，回头打出问题了怎么办？公公被他迷得五迷三道的，立马就出面拦下了秦川。秦川，你给我停手！都是一家人，吵吵闹闹的像什么话？你打你弟弟有什么用？还不都是你找了个不要脸的女人惹出来的祸。说着就把矛头对准了方柔。方柔一边捂住身子，一边搂紧了女儿，母女俩抱头痛哭。秦川一时之间气不知道往哪撒，又狠狠踹了她一脚。贱女人，哭什么哭？家里又没死人。小叔有些看不下去，他虽然也不是什么好人，但到底还是有些怜香惜玉的，叫嚷着让秦川别打女人。两人推推搡搡间，差点又打起来。老小三不停对着公公撒娇，让他多护着点小叔。婆婆在一旁忍了许久，终于忍不住加入了战局，直接一巴掌呼到了老小三的脸上。老娘真的受不了了，你这个老贱人，偏心偏到屁眼子里了。你儿子是儿子，我儿子就不是吗？你家那小杂种给我儿戴绿帽子，打他一顿怎么了？你信不信赶明我把你们娘俩全给轰出去？老小三被打，自然也不会善罢甘休，他一改先前的柔弱形象，猛地扑向婆婆，使出了九阴白骨爪，差点就把婆婆那张老脸给刮花了。秦川跟小叔看到，当然都要帮自己的老娘了，场面一度十分混乱，哪怕是一家之主的公公也有些 hold 不住了，而我则双手抱胸站在一旁看着，就差给他们鼓掌加油了。这时方柔注意到了我，她用怨毒的眼神死死盯着我，大喊了一声：都别吵了，你们这一大家都是傻子吗？没看出来自己中套了。说完，她用手指向了我，这一切都是林素素搞的鬼，她就是故意让咱们一家人闹起来，你们别上她的当了。此话一出，秦川和小叔都停下了手，一家人齐刷刷看向了我，似乎都觉得方柔说的有理，毕竟今晚这事是我闹起来的。小叔也反应了过来，指证是我灌醉的他，才导致他跟方柔发生关系。我耸耸肩，借用了一句秦川的话：可别赖我，你俩的裤子难道自己会掉吗？不过事已至此，我也不必藏着掖着了。秦家的热闹已经看够，是时候摊牌了。今天趁着大家都在，我正好给大家宣布个事，我林素素现在正式退出这个家了，你们一大家子继续好好生活吧，我就不奉陪了。说着，我直接甩出一张法院传票，砸到了秦川的脸上。秦川被我砸得一愣，有些反应不过来，他掏出里面的信件一看，瞬间破防了。你疯了吧，林素素？你敢跟我起诉离婚？难道不怕我打电话给岳母吗？我不以为然地挑了挑眉，完全不再怕的，你想打就打呗。秦川咬牙切齿地掏出手机，可拨打过去却是空号。我嗤笑一声，这段时间我隐忍蛰伏，他真当我毫无准备吗？早在实施计划的前一周，我就给母亲报了旅游团散心，并找借口帮他把手机号码换了。待到我处理完秦家这个烂摊子，自然会找机会跟他慢慢解释。秦川，我们到此为止了，属于我的我通通会拿走，你就等着法院见吧。说完，我潇洒地转身离开。婆婆在身后破口大骂：
还企图把我拦住。我举起手机，表示刚刚的一切我都录了下来，包括现在也在录音。如果他们敢限制我的人身自由，很快就会有人帮我报警。到时候别说是离婚，没准他们一家人还得坐牢。婆婆这才骂骂咧咧地缩回了手，只能恨恨地看着我离开，嘴里还不断咒骂着，说我迟早会得报应。我会不会得报应还不知道，但是他们的报应已经来了。我将秦川的出轨照片和亲子鉴定报告提交上了法院，并状告他重婚罪。在铁一般的证据面前，法院很快就判决离婚，房子和财产也都判给了我。我拿到判决书的那天，秦川还试图挽回我，毕竟他们这一大家子的荒谬事迹闹得沸沸扬扬，就连他的公司都知道了。一个作风不良的经理，领导怎么还敢重用呢？再加上我手上握着80%的财产，我这一走，他们老秦家算是彻底废了。秦川满脸沧桑，跪在了我的面前：“老婆，咱们能不能好好商量一下？方柔那个贱人，她绿了我，我跟她没有以后了。我现在就想踏踏实实跟你过日子，比什么都强。”我低下头，讥笑地看着他：“你想跟我好好过，你配吗？也不看看自己什么样。”说完，我鄙夷地扫了一眼他的啤酒肚和胡子拉碴的脸，真是没有半点魅力可言。婆婆不甘心地拖拽着他，劝他别向我低头，嘴里还逞强地说道：“老秦家没了，我也不会散。”我嗤笑一声：“的确，秦家现在人口众多，没了我当然不会散，只是这烂摊子还没收拾完，以后有他们受的。”我搬走那天，小叔子还来找过我一次，他似乎对我的做法并不惊讶，反而轻快地说了句：“嫂子，真没想到我还是输给你了。你现在跟大哥离了婚，摇身一变成富婆了，以后要是想找对象，记得优先考虑我哦。”我抬起头，将他从头打量到脚，不由得再次感叹一句：“的确是当小白脸的料。可惜我现在对男人没兴趣，只想自己好好生活，以后再说吧。以后有机会的话，我会打给你。”说着，我比出一个打电话的手势，便麻利地离开了这个家。后来，小叔偶尔还会联系我，给我带来秦家的最新情报，比如老小三跟婆婆又干起仗了，公公不知道帮谁，或者是方柔死皮赖脸粘着秦川不肯走之类的，我全当是笑话听了。有时小叔还是会撩拨我，想让我跟他试试看。我认真地告诉他，姐姐年纪大了，只喜欢事业型的男人。没想到这小子还真的提起了干劲，开始努力工作了。或许没准哪天真可以试试呢。我摇摇头，继续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。感谢大家的观看。本期影片大家觉得是第一个故事精彩，还是第二个故事精彩呢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